就目前来说，黑猴在剧情方面的确存在着许多刻意留白或是因多种问题没有讲清楚的部分。今天就让我们来简单复盘一下目前在游戏中仍存在哪些空缺或疑点。首先是目前来说争论不休的关于二郎神是否是青狮精的疑问，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大波问题。一开始在序章，玩家们因二郎神奇怪的言行和头戴骷髅、身穿佛手的形象，怀疑序章故事并不真实。适得堂本的《西游记》里，二郎神其实是没有第三只眼的，他也不像是会骂自家细犬蠢狗，让孙悟空下跪道个歉的样子。序章言行与《西游记》里的性格形象几乎判若两人。反过来说啊，孙悟空以一个成正果的斗战胜佛状态，也不会大说什么把眼睛拔下来尝尝鲜这种戾气过深的话。而且啊，两人关系实际很好，对付九头虫时甚至还称兄道弟，开了一晚上的派对。而后边我们也知道了，这部分剧情确实有刻意演戏的成分在。从第5章牛魔王的视角来看，甚至当时实际的画面或许都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本来以此类推，二郎神或许也与序章部分的扮相有所不同，但在隐藏的眉山关卡再见到他，却还是同样的一副打扮，只是性格和人设的确尽可能回归了原著里的描述。插句题外话，之前我们在别的视频里也说了，二郎神听调不听宣，除非他自己愿意，否则没人能请得动他出手。所以啊，我们只能把他的出手理解为主动行为。作为隐藏 BOSS， 二郎神的台词那可真的是让人难免往奇怪的方向去联想。他凭着对孙悟空无比的欣赏，以及与猴哥的交情，偷偷与之制定计划，立下约定，独自承担被各路妖魔看作邪门事物的根器之一，等待与孙悟空相似的天命人的到来。二阶段开了法天象地之后的那句你不在的日子，我每天都在想你啊，简直就是重力展开，干脆让二郎神娘化算了，这不比四妹感情深多了。这里啊，我们总算说到了法天象地。现在很多玩家猜测二郎神有可能是青狮精，一是因为人形态时的打扮奇怪，二便是法天象地形态时的样子实在太像青狮精。我们先来看看原著里的描述，两只手举着三尖两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青面獠牙，朱红头发。随后悟空也开了法相，与二郎神身躯一样，嘴脸一般。首先我们看到二郎神在原著即便开了法天象地，手中拿着依然是三尖两刃枪，而黑神话里拿的却是一柄大刀。刚巧啊，在西游记原文里，青狮精还真就手执钢刀，明晃晃，英雄威武世间稀，长相则是凿牙锯齿，圆头方面，仰鼻朝天，赤眉飘艳。一般情况下浑身骷髅还能勉强解释，但法相即便是青面獠牙，也不会变成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带着胡须的狮子头的模样。在这种情况下，二郎神其实是青狮精的论调就变得相当多。但我个人认为啊，这只是游客偷懒，利用了一下没时装的狮驼岭素材，因为这里的二郎神在人设上基本没啥问题，对话内容完全不像是青狮精的样子，再加上他的战力也绝对不是青狮精能比的，且青狮精并不存在第三只眼，所以他只能是二郎神本人。开头居灵神身上的白象估计也是这么一个再利用的思路，所以啊，不必对形象过于较真。在法天象地的战斗中，我们先会和四大天王进行练手，这里就有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既然是为了试探天命人，又何必让四大天王上去送掉？一种说法是四大天王本身就不是好东西，被二郎神刻意叫过来送，但既然能来到几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画中世界，那这几位大概率还是友军，这就对上了另一种说法，即四大天王本来就是来帮忙的，但友好切磋还能被天命人打成看着必死无疑的样子，连法器都被强拆了，这是否过于夸张？所以啊，因此也就产生了第三种说法，四大天王是法相状态，可能法相被打成那样不会太影响本体的情况，但法器总还是那个法器，在剧情里明显是被打烂了。这个说法啊，个人感觉还是行不通。最后有人猜测这四大天王是眉山兄弟变的，这样虽然能解释为什么四大天王作为天庭的人能在二郎神身边，但是又没办法解释二郎神让好兄弟去送人头的行为。但是话又说回来，其他几个帮助天命人的眉山兄弟，这里还真有人没了，就算没去世，那几位也是在外潜伏受苦多年。为了解释这一问题啊，最好的方式还是推给二郎神。杨二郎对猴哥实在是爱得深沉，就连手下兄弟也甘愿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愿意变成四大天王，真的用命去试炼天命人啊！但以上猜想啊，还是太扯了。对此我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猜想，二郎神所处的地方归根结底是画中的眉山，并不是现实世界，所以有可能除了二郎神外，其余四大天王都是虚假的。只有这个才能解释上述的诸多矛盾。只是在这样的猜测下，四大天王究竟是好是坏，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了。之后我们来到黑风山这一章啊，最为奇怪的当属观音。无论是最后的动画里短暂的出场，还是在黑熊精隐神图的侧面描写，似乎都暗戳戳的在说观音那边参与了一定的阴谋事件，但游客又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把问题讲明，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黑神话这样一个明显世道有些乱套的世界中，观音依旧不受太大影响。当年甚至直接给黑熊精发任务，委派
他和二郎神一块干掉猴子。所以黑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观音的行为究竟意义何在？由于完全没有说明啊，所以这里也就成为了一个相当遗憾的部分。当然有可能只是我没有发现相关的解释，如果各位知道哪里有相关补充，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进行说明。随后第2章灵吉菩萨倒是讲明白了，本质就是一段因果相生的故事。灵吉菩萨、沙国王和黄风大圣皆因一时嗔念，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了灾难。而后灵吉菩萨明明有降服黄风大圣的能力，却始终作为无头僧人到处游荡。或许啊，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反思，因此啊，这倒是位很有人味的菩萨形象。第3章的弥勒也是个重要人物，他一边放任黄眉以更强的力量作恶害人，只引导天命人自行解决，一边又实打实的帮助天命人摆脱天命，是让好结局发生的重要角色。他的目的是什么？游戏照样没有解释。和四处算卦的袁守诚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游戏同样也没有解释，只是放了一段2人聊天的过场。作为佛教里的未来佛，他显然与黑猴世界观构成息息相关，但我们还是没办法从他的剧情里挖出什么较为重要的内容。第4章的白鹤，如果看过结束时的那幅画，应该就能猜出来他是太上老君。这位道德天尊倒是在黑猴里惨遭黑化，目前他做的很多坏事，除铁扇公主那事外，也大多是没有把目的解释全。但从四妹的支线中，我们能看出来，这位相关的剧情很明显还有留白，不知到了 DLC 里能不能让我们给他恶劣的人格好好修正一番。终于聊到了火焰山，说到这个火焰山关卡，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一章无处不在的火焰、岩浆、地图特效和怪物特效，属实拉满了。每到一处复杂的场景，手头的笔记本也是嗡嗡响，烫的真跟上火焰山一样。回到正题啊，火焰山关卡的疑点主要集中在夜叉族身上，前面的佛教形象至少还算中立，而在这一章就开始往黑的方向走了。西天为什么突然把夜叉族给突突了？其目的究竟是什么？此事的严重程度让太上老君就想以此为把柄威胁西天，所以夜叉族到底干了什么才能让西天诸佛对他们不满？杀光夜叉族又对西天有什么绝对的好处？这些啊目前都没有看到详细的解释，只能等游客给个说法了。接着看到最后一章，这一章啊比较迷惑的就是老猴子的身份，在隐身图中他的描述相当隐晦，对其身份提出了好几种猜测。有人说他是菩提祖师，但实际上菩提祖师早就已经出现过了，在黑风山土地的隐身图里也提到过一位神秘的老道长。这位老道长算准了未来黑风山的变动，并以赠予土地公礼物的方式要求他帮自己传授给天命人2个保命法术，全一场情谊。道长将天命人称作故人，像师傅一样担心天命人再闯出祸来，又像是要躲着主角一样不便出面。最后离开时，天上飘下来的也正是菩提叶。而在结尾中，我们知道天命人本身也算是孙悟空的一部分，所以即便在黑神话中，菩提祖师依旧是那个好师傅。老猴子的身份啊，首先排除掉菩提祖师，那么他有可能是谁？我们知道他说的话其实还有很多不对味的地方，比如序章故事把原本的内容描述与实际视角有所出入，但他的话又有一些似乎是真的，且这些事除去取经团队外，应该还不会被人知道。比如这个一直被玩家吐槽的3次打碎过去的爱人，虽然与原著出入过大，但猪八戒在一旁佐证，实在是没办法解释为胡扯。从他称呼猪八戒为八戒来看，他有可能就是唐僧，因为《西游记》里这么称呼八戒的还真没几个。当然啊，你把它看作游客的化身也行，反正都是讲故事的。最后啊，是一些比较杂的内容。第一是这6根气究竟是好是坏。从小西天、抗金星君的隐神图等地方，我们能看到这些根气似乎是带有一些比较邪门的作用。孙悟空对牛魔王说自己留下的东西碰不得，从原著的角度来看，这6根气分明就是6贼，所以找齐6根气多少还是让人感觉有阴谋存在。第二是黑猴世界观中人的缺位，虽然在各种背景板里提过人的故事，但实际上我们全流程中并未碰到几个真正正常的人类。由于没有在流程中讲人，黑猴将原本的妖立为了妖族，将妖看作有情有义、被神佛折磨压迫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反抗天庭是相当合理的。那么原本被妖压迫的人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几乎所有角色都带点黑的情况下，谁又代表了正道？这方面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些疑问，不排除后续游客在 DLC 里讲明白的可能。最后是孙悟空相关的疑问，我们知道黑猴故事算是孙悟空自导自演的一场自杀重生，但为了这一目的，花果山的确被天兵天将都屠了一遍，而天下也被那几个妖魔祸害了一番。这一切的牺牲难道都是为了取下紧箍进行反抗？但取下紧箍之后真的能反抗成功吗？主要是在西游记里啊，即便是没有紧箍，天庭和西天也有很多种制服孙悟空的方法，单单取下紧箍显然是完全不足以去反抗的。这一切都好在结局中进行了留白，但我个人还是希望游客能在 DLC 里给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总算啊是把我心中的疑点一一讲明，不知道各位究竟是怎么想的？欢迎大伙在弹幕和评论区进行友好交流。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再来继续一章一章分析每一章的故事细节与原著之间的对照。我是王，让我们在下期视频中不见不散。